俄罗斯顶级航空专家，却为了回到中国而起诉上级。他是土生土长的俄国人，而他的祖父竟然是开国元勋刘少奇。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？为何中国名将的血脉会流落国外呢？1923年，在毛主席和杨夫人的撮合下，出于内心共同的革命信仰，刘少奇与何宝珍喜结良缘。次年生下了长子刘允彬。1939年，年仅15岁的刘允彬被送往莫斯科学习。1946年，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攻读核专业，并在此邂逅了苏联姑娘马拉。随后，他们的儿子，也就是故事的主角出生了。然而，在孩子2岁的时候，刘允彬收到祖国的召唤，回国投身于原子能的研究当中。而妻子马拉则带着年幼的儿女留在了苏联。1959年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刘允彬由于研究的特殊性，和马拉彻底失去了联系。为了避免受到苏联的监视，马拉只有让孩子随母姓，并更名为阿廖沙。就这样，阿廖沙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也没有办法讲出自己的身世。他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航空专家，服役于苏联国防科技研究所。那么，为何在他晚年又如此渴望回到中国呢？他是俄罗斯顶级航空专家，在前苏联航空局工作数十年，而他的祖父竟然是开国元勋刘少奇。他起诉上级，抛弃俄国军衔，只为回到中国。为何他的回国之路如此艰辛？而他最终有没有成功回来呢？其实，在阿廖沙小的时候是见过祖父的。当时刘少奇来莫斯科参加完工人会议，趁着间隙赶紧看望了自己的孙子。那是阿廖沙第一次有了祖父的概念。眼前这个温柔但坚定的老人，也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。在阿廖沙工作以后，他一直设法想和分别多年的父亲取得联系，却得知了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。父子数十年未见，已是阴阳两隔。阿廖沙回到中国的想法愈发强烈，他想要看看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度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。然而，阿廖沙此时还是俄国服役军人，并且就职于国防部门，掌握着俄国高级科研机密。职业的特殊性注定他回国之路会无比艰难。那么他究竟有没有顺利回到中国呢？他是开国元勋刘少奇的长孙，却拥有一半的俄国血统，甚至为前苏联航空局工作数十年，获得多次俄罗斯联邦国家级奖章。为了回国，他不惜起诉上级，甚至抛弃一切。那么他回国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？1988年是刘少奇将军诞辰100周年，我国因此特意联系到阿廖沙，邀请他回国参加纪念活动。阿廖沙此时作为俄罗斯国防部门的军人，顶级的航空航天专家，他想要回到中国的申请一再被驳回。然而，阿廖沙的决心更加坚定，他不断地向有关部门提出抗议，甚至起诉上级，才得以提前退役，并在退役满3年后成功回国。在北京，阿廖沙见到了亲姑姑刘爱琴，也受到了整个刘氏家族的热烈欢迎，还被邀请到湖南宁化县父亲的老家参观。在中国，阿廖沙感受到来自亲人最纯粹的关心和爱意，想到这是父亲、爷爷一辈子生长，甚至为之壮烈牺牲的地方，他不禁流下热泪，也因此决定在广州定居。阿廖沙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刘维宁，并且从此一直在为中俄友好建交而努力着。